东京据说去100次都不会腻。大家好，我是姚欣，我去过大阪、冲绳、北海道，甚至是熊本、黑部立山，但是东京一次也没有。这次我决定用4天的时间，一个人从东京到镰仓。本次旅程从虎航的凌晨12点红眼班机开始，空荡荡的航厦让人有种奇异的安静感，排队人潮稀少，流程只花了不到20分钟。这个灯是怎么回事？看上面蓝色的光，也有科技感。我现在大概比登机时间早大概1个半小时。先来把之前马来西亚的片剪一剪，拖欠了2个月有点久。接驳巴士通常塞满人才出发，我刚好搭到第2班车。抵达羽田机场时，天才微微亮，还不到凌晨5点，搭车前往锦西町饭店放行李。因为下午才能办理入住，所以我必须先在城市里游荡几个小时。本来大家的步伐都很悠闲，全部的人仿佛瞬间被按了加速键。美耶，这个车站很新。烟区一个人在吸烟，我要走这儿。哇，怎么那么多乌鸦？吓死人了！晚上超多东西吃的啊！我今天要住在这里。And I have a reservation today. Thank you. Our check-in time is 3 p.m. 可以寄放行李。我决定要来买一下。哦，那个鸟真的很可怕，它每次都会经过我，而且好大哦。嗨，乌鸦！我的西瓜卡，我要怎么操作呢？这样吗？对，早 C 晚 A。我到底是要吃吉野家还是吃饭团店？吉野家看起来是蛮多人的，这真的好像西门町哦。天哪，我又是楼梯。第1站来到浅草车站里，空无一人，不禁心想：真的会有店家开门吗？果然没人，没开。宁静无人的街道让我体会了另一种平静。到了雷门，时间才8点，观光客还很少，正是拍照的好时机。前面那一家朝圣人气日式饭团店 Misoju 经典早餐套餐包含味噌汤、饭团、半颗溏心蛋和腌菜，价格是770日元。排队人潮不多，等了10分钟就顺利入内。上餐速度很快，先喝一口热腾腾的味噌汤，味道清爽不咸，让胃立刻暖了起来。接着品尝梅干饭团，先不沾酱来一口。日本的饭就是好吃。梅干饭团上的梅酱很细致，酸酸的，很开胃。最后以味噌汤结尾。拜拜。这顿早餐虽然简单，但却令人感到温暖又满足。我觉得这家店不追求惊艳路线，而是用精心挑选的材料，打造出温暖而朴实的滋味。Fuland Tokyo 是来自挪威的咖啡店。店内装潢充满北欧风格，营造出一个放松的氛围。店员特别提醒外带杯不能内用，而对咖啡没有研究的我点了今日咖啡。咖啡好了，我要先坐在这边喝一下。不能坐，这边是不能坐的。9点半，人开始变多了，而大多店家依旧尚未营业。炸肉饼店还没开，地上超多垃圾。先来吃炸馒头，看到很多人推荐，原本完全不抱期望。这个是樱花口味的，我觉得 OK。里面有紫苏叶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它里面的馅不是硬的，是比较偏稀稀的液体。下一个我要去吃那个丸子，突然变多了。有专属的用餐区，但是那边太多人，所以就不好意思讲。
就是那个丸子的它其实是有点像客家麻薯，但是再 Q 一点点，然后外面是裹黄豆粉，然后客家的那种是裹花生粉，然后再来是那个绿茶还是抹茶，它是甜的，所以如果就是怕太甜的人可以考虑一下。炸肉饼是10点开，然后现在是57分。我本来想要趁没有人去的时候先去排队，结果给大家看一下，多人哦！所以现在下雨，就是超多人的。队伍前进速度出奇的快，建议先把钞票拿在手上。炸肉饼刚出锅，热腾腾，还要到旁边这边吃。很幸运刚好有空位。猪牛混合内馅，带有洋葱的鲜甜，一咬下去，满满的鲜甜肉汁，很好吃，但要注意超辣。吃蜜瓜包，展示柜中满满的蜜瓜包，看着好诱人，毫不犹豫选择鲜奶油口味。刚出炉的面包，酥脆外皮与柔软内馅，再加上鲜奶油的甜而不腻，真是幸福的滋味。填饱肚子后，我回到浅草寺，决定买一束线香来祈福。结果点一束香，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难。终于点着了，结果火势过猛，差点变成火把。找准机会把香插进长香炉，技术不佳，最后只好让它静静地躺在香炉里。远处传来哐哐的求签声，我心想：好吧，来试试看，求签总不会失败吧？快给我个好兆头吧！哎呦，吉，看来不错啊！回到主线任务，进食，品尝有7种浓度的抹茶冰淇淋。Around 5 and 7 3 cup. Is this sugar free? 最浓的7号抹茶，茶香浓郁，茶味直击味蕾，推荐给抹茶控。Please put this paper in the box on the second floor. 2楼有内用区，无糖茶的单据要放在2楼的盒子里才能兑换，结果我完全找不到。接着要去吃泥鳅锅，一到店门口发现门关着，完全不确定有没有开业。突然看到门开了，我站在外面偷偷观察。So this number key, okay? Okay, thank you. お願いします。1億で1名様英語メニューでお願いします。里面大多是榻榻米座位，还有一排置物栏供使用。泥鳅锅很快上桌，传统炭炉的火候十足，锅里放入满满的葱。铺上去之后等2分钟，今天差不多可以吃了。很软呢。微甜的寿喜烧酱汁，搭上葱的鲜甜，完全吃不出土腥味。我觉得这个很好吃。再配上一碗白饭，一口接一口。盐是要抹在这个上面的。快快，发酵跳点吃，吃完了。终于可以 check in 了，结果迷路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这一间单人房1个晚上，台币2500元左右。外面是走道厕所小小的，然后浴缸。真的太冷了，今天一直在下雨，所以就买了这件外套。为什么光线那么可怕？这包包也是打造的 Uniqlo。出发去晴空塔吃晚餐。现在真的超级冷，拍不到。这边的氛围其实蛮诡异的，想要来逛的话，其实可以逛一整天。来到7楼的月岛文字烧排队名店，排了约40分钟才进去，点了3种 cheese 明太子文字烧，再加上1杯啤酒。为
味道不错，但极咸。我又点了一杯乌龙茶来解咸，强烈建议和亲友一起分着吃。问了隔壁的日本女生，他们说日本人其实挺爱重咸的。马铃薯获胜。吃饱后走到同城楼欣赏夜景，再回饭店休息。在东京的下一站，我将带自己踏入一家精品寿司店，亲身感受职人精湛的手艺，体验什么才是真正的板前寿司。随后我将走访皇居，亲眼目睹这座象征帝王威严的宏伟建筑，再到充满历史故事的靖国神社，深入感受它独特的文化氛围。而东京的经典地标东京铁塔也绝对不能错过。最后的压轴行程也是我最期待的部分，逛当地的超市，挑选晚餐，体验一下日本人平凡而真实的日常生活。我是姚欣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多多关注我，谢谢大家。